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卫理第2专武巨阙伏日的测试影片。这部影片一样会完整介绍这把武器，包含技能介绍、突破、系数、实战测试与抽取建议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一把武器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巨阙的技能。这也是一把双形态的武器，可以分为2个模式。首先是攻击模式，释放方式为向右拖动或单次点击。那实战中通常以顶一下武器技能为主，点下去后会在忍者面前发动3次劈砍，过程中附带一定的缓速与追踪。3下打完后发动1次强力一击，打飞 BOSS 整体建模，使其翻滚一圈。那再我们看到防御模式，释放方法为向左拖移技能，模拟器玩家要额外设定按键才能释放。使用技能后会先释放出冲击波，召唤巨阙立于忍者前方，可以抵挡正常状态下的弹幕攻击，并且在持续一定时间后，巨阙会消失并发出强力一击，使 BOSS 整体建模被打翻一圈，并且强力一击在攻击模式与防御模式都会为 BOSS 附带与卫理同款的火灵之势效果，我们后面也会再次提到。再我们看到巨阙的星级与突破，星级的部分保持着一贯的风格，一律建议如果要拿出来打输出就升满，那如果要单纯拿去打团本或疾风，完全可以在黄5星后停下，省去了大量的养成资源。那至于特工部分，承袭卫理一样对于龙族有额外的伤害，强势的对龙武器又多了一把。那在我们看到突破的部分，一阶的效果为提高强力一级的伤害，当命中时会额外产生一个爆炸，而卫理使用时伤害会更高。2阶后有28%几率产生 1.3 倍的暴击。那3阶这边要特别注意，提高的是巨阙的火灵之势的附加时间，非卫理使用时基础都变成8秒。那并且防御模式的中箭时长来到 7.5 秒，卫理使用时能在前面抵挡8秒的弹幕，算是目前最长久的防御了。那4阶提升基础伤害为原先的 1.087 倍，5阶让暴击更好的被凹出来，爆伤也来到了 1.5 倍。要拿巨阙来输出的玩家，5阶会是个不错选择。再来，我们来到系数测试的环节，这边我们分为卫理拿与非卫理拿，以及攻击模式跟防御模式，一共4种的测试条件。我们先来看一下2种模式分段的基础伤害。首先是攻击模式在0阶的伤害分布，3下挥砍每下 2.3， 强力一击单发系数 2.87， 后续有10段伤害，每段 0.287， 一共 2.87。如果是1阶会多一个爆炸，非卫理使用的系数为 0.69， 卫理使用时则为2倍 1.38。而对比防御模式，系数只差绿色那一条，3次挥砍变成1次清平，系数由 6.9 降低至 2.67。再来我们看一下非卫理持有的系数，0阶的攻击模式正常就有 11.7， 满阶启用值来到了 15.5， 打龙最高来到 17.8。比较特别的是巨阙还会有附加的伤害，5阶能额外附加4000点的伤害。那再来巨阙给卫理拿的期望系数，因为爆炸伤害的提升，1阶以后的系数会比非卫理更高，满阶来到 16.38， 打龙可以高到 18.84。也因为3阶的效果，3阶后的附加伤害，卫理拿可以提升到5500。那再又到了主播的贴心整理时间，总体来看巨阙的伤害荣登版本榜首，打龙更是最强没有之一。相比同属性的双生，系数大概提升了 1.5， 毕竟差了4个版本，巨阙的提升程度没有到太夸张。再来是最重要的实战测试环节啦。首先是攻击模式的时间长度，经测试后约为 4.3 秒，对比双生的3秒相对较长。再来是攻击范围的测试，巨阙的攻击范围判定区域极广，大概能覆盖忍者前方的大部分区域。实测中，当龙为地位上天时，在神上开无法锁定 BOSS， 但跳起来就能够照常打中上天的龙族。同样面对退到画面外的蚊子，巨阙也能够追踪到画面外去攻击，不过再远主播就无法确定。再来是有关巨阙强力级的特性测试，实测中可以看到巨阙能打中位于正下方的王剑，但是最强一击让王剑的整体建模旋转，直接导致了原本神上不会被攻击到的忍者被 BOSS 蹭到。同样的情况也能在贴脸赤须中发现，斩击过程中除了碰撞套子以外，赤须的身位也在过程中不断碰触忍者，那转完一圈直接带走了小小灵，所以要特别小心贴身开巨阙。那再来是连开测试，实测中透过磨刀石重复使用技能，可以看到前面的斩击能够正常的释放，但是最强一击只有1次。不过如果最强一击已经出现，再次使用则不会影响释放，2次最强一击都有正常的出现。那再来是防御模式与攻击模式同时使用的测试结果。先主武器开防御模式，再开一次攻击模式，最强一击会在攻击模式中出现，而防御状态的巨阙人停留在场上，不过时间到会直接消失。而如果是主武器跟副武器同时使用，实测中是不会互相影响的，可以同时使用双手的巨阙。
再来是抗打断测试，如果是攻击状态下被禁锢类攻击，像是残星的定身命中，会直接中断技能；而防御状态下被定身控制住，巨蟹则能够保持在场上，不会像攻击模式立刻消失，但是时间到以后也没有最强一击。同理可以套用在王剑与蚊子的漏电攻击，鬼手也是同样的效果。而在背板情况下，巨蟹基本上要到紧贴才能够命中，王剑贴背的距离会全空，优子的贴背则是能命中前段3次，强力一击只能打正面。另外过程中被优子抓到也会直接断招啦。攻击模式测试完毕后，我们来看一下防御模式。首先，巨蟹出现时的清屏，除了伤害以外，能消除不可消弹幕，替忍者获取大量能量。不过无法抵挡绝对不可消除弹幕，像是超级武装、碎片飞射、残星人偶、5星以上的虎皮全版、光柱、漏电跟 BOSS 直接贴脸等等。不过除了这些以外，巨蟹几乎都能够完全抵挡，并且防御时间还超级久。在跑图过程中也能够使用巨蟹来刷钱，召唤时可以起到苦的效果，后续则能持续消除周围的小怪与陷阱，起到一个很好的跑图辅助能力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最强一击释放时会造成画面减速的感觉，需要玩家多加熟悉。也因为其时间长度与消除能力，这一把武器在疾风与团本中都属于神级装备的范围哦。那如果是专精疾风与团本的，抽一把临阶体验会非常的不错。但是在打过动王时，因为防御模式强力一击前没有控制，有时候也会出现空招的情形啊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关于巨蟹的结论：攻击模式主打高系数大范围，但是攻击时间比双生还长，可能会影响输出的节奏，并且魔刀连开会吃武器的特性，也容易影响它在速通的表现。不过巨蟹虽然出伤比双生慢，但是它释放脱手范围大，不容易空，系数也十分能打，还是可以分场景使用。对于有高突破双生玩家，如果是为了加强输出能力，可以想想目前的抽数是否足够。不过如果是为了防御模式的特性，主打团本疾风的功能确实很值得抽取，但突破阶数就不用强求，一把临阶已经非常足够。至于没双生想拼榜的课长，要给卫里装备上更强的火力，就优先考虑1、3、4、5阶突破。以目前卡车趋势，第一波直上5阶跟复刻抽区别不大。评估经济能力足够应对后续在6月底的3.5周年版本的话，那就能抽多少就抽多少。不过还请各位量力而行。以上就是这一次关于巨蟹的测试内容，不知道各位的看法如何啦？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面提问，那就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